未婚同居谁更吃亏？我妈说那个方面表现的怎么样？倒也是会准备。好，大家好，这里是中中噜噜大家关于恋爱中的各种问题，唯一一个最大的难关一直没有跨过去，怎么说服爸妈？爸妈不同意怎么办？他们爸妈不同意怎么办？爸妈觉得我们不合适怎么办？很多，空口无凭。妈妈，这位是我最亲爱的妈妈，也是我妈，有钱没？很怕父母知道的那些问题，它的终极体就是婚前同居。所有的困难都会在婚前同居集中爆发。其实像我跟小龙离开家的孩子呢，父母其实也挺希望说生活中相互有个照应，不希望你一个人住，所以里面的底线是。还有别的担心吗？对方人品这是主要的，然后呢，对你好的时候就那么好，遇到事很暴躁、暴力倾向。怎么样考察，或者是怎么让自己安心？平常我们会有悄悄话，悄悄的嘱咐一些安全问题，母女之间的小约定。哎，你不知道的啊，到现在不知道。我不要脸，我说，妈偷偷的问那个大小怎么样啊？快不快乐啊？摸心跳。一定要注意安全，万一那什么了就坏了。那怎么相信他就能够坚持住呢？我从自己的女儿呀，从10几岁就对孩子说，首先谈恋爱是谈恋爱，但是必须保护好自己，这是我的底线，也是孩子和我悄悄的约定。来第一次大姨妈的时候，我妈就悄悄的跟我说，无论如何都不能做伤害自己的事情，非常的安全。我们说这个问题有没有点拨到你们呢？点个赞，投个币。作为妈妈，觉得自己的女儿异性缘怎么样？别说。你长得这么漂亮，肯定很多呀。然后呢？真的不是很多。真相是也有些没告诉妈妈的。透了。我感觉你们沟通的机制特别好，就是有一个私底下的形式感。对，反正我们私底下对你的情况都全面的讨论过了。说一个我没听过的。我妈说那个方面表现的怎么样？我说她就是会特别注意我的感受，让我先快乐了之后。这个年龄也是不小了，以后你们结婚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。好啊，行。这个问题呢，沟通是一方面，我们自己要对于父母的情况也需要有一些了解。对，爸妈也是经历了这一系列的过程。想知道啥呀？我妈害怕了。那个年代婚前同居的这个情况，身边是有，但不是很奔着结婚去的，也是无所谓。未婚同居谁更吃亏？先把你的想法打在公屏上啊。妈妈觉得肯定是觉得我吃亏。对，但是我觉得吧，就是现在来说哈，一样，没有说谁吃亏的。对，两个人在一起，谁都付出过时间和精力。对啊，大家就是青春共享，时间共享，男的老了也是老了，女生老了也是老了，一样的。对，也是这样想的。但是啊，比如说客观的，两个人同居的时候，女生有了一段新的关系之后，她就会有新的风险，个人卫生护理，而男生其实这块会少一些。我父母很少有过关于卫生安全方面的困扰。悄悄话里都说过，女孩特别要注意，小男孩是多得多，细致一些，必须细致，爱惜自己嘛。对，不然的话多难受啊！就我至今清爽清新香的。你闻我头干什么？其实我也针对这个问题找了很多知网的文献，很多有趣的结论。婚前同居有利于财富的积累，特别是男性，具有婚前同居的男性会有更多的财富溢价。我同意，我更想忘自己。会更成熟吧？那我还有一个小问题啊，作为家长来说，会不会介意孩子的同居对象在之前有过同居的经历？介意呀，无所谓，你们之间对这个问题都能越过，心里没有芥蒂，哎，这就行了。当时在中学的时候，恋爱的界限是多最多碰碰手啊。那大学呢？大学就这样吧，反正也管不了。有的人是默认的，但是要保护自己，不能单独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。再就是说悄悄话。然后很多研究显示说，因为同居的生活很类似于婚后的生活，会导致很多人就延迟结婚。是会这样，对。好像说结婚也并不是很有必要。那没什么区别嘛。父母会着急呀，举办一个婚礼，在父母心中踏实。婚姻领了证才有法律的保护。对呀，这是给父母的一个交代。现在呢，妈妈在等婚礼的交代。对呀。啊，讲讲第一次我回奶们家的经历吧，肯定是要住一屋的。那个时候有过跟爸爸什么交谈吗？我们3个房间收拾出来了，看看是不是一个房间一个小孩呀？如果都在一个房间，也当看不见呀。那我们俩选了同一个房间之后，红了。看
悄悄的高兴吧呀。居然会高兴。觉得这2个小孩，我和爸爸说要向孩子们学习，他俩相处的方式和爸爸就欠缺，就是马上就是你怎么啦？我怎么啦？标准的山东人吵架。哎，对对。是因为这句话，现在有了这个号啊，教你们谈恋爱呀。那爸妈会不会担心回家之后房间里发出异响？听不见呀。我怀疑你在害我。索性我们今天破开来说，哎，我头晕了。会。担心了会说出来吗？不会说，打什么呀？就是倒也是会准备。我喝水啊。但是经常都用不上。玩儿太快乐了，就是累的人就是睡得很早。我觉得咱明天就得走了。不至于。明天回去待不下去了。那个睡着，你把它端过来吧。人手一只。啥？王大拿最漂亮。养猫这件事对于爸妈接受我们的意义非常非常大。毕竟自己的孩子被人抢走了嘛，有一个情感的空缺需要填补一下。对呀，这个是王大拿和姥姥一个姓。哎呀，不给，咱们去啊！北京不好，北京风大。在猫咪刚回来一开始可能没有说这么喜欢猫，但必须要负起这个责任。在跟我们交流饲养动物的经验的时候，也会认可我们是一个很有担当、特别负责的2个成年人。我妈妈还很支持，等我怀孕之后，把小猫咪放在我的身边啊，这样就可以让我的心情更好。就一只啊。以前你们没有认识的时候，大姨妈妈是最担心、最心痛。哎，和你在一起以后，哎，这个问题，哎，不是说忘日子了，做那个什么黄酒鸡蛋。黄酒鸡蛋。现在这个问题在妈妈心里没有了，放下了这个问题，真好，谢谢，谢谢你。应该做的。还有一个比较特殊了，因为我是福建人，小钟山东人，肯定是风俗啊、生活习惯啊都会有很大的差别。那个时候做过什么心理准备？综合一下，就是商量来嘛。只要是你俩商量好了，我们都赞成。双方都要有让步，也有一些坚持的东西，不能说一味的妥协，也不能说一味的强硬。至于说风俗习俗，就是长辈过自己的日子，我们结婚以后是一个融合家庭，我们在过我们的日子，把格局打开，就这样日子就砰砰砰砰砰就上来了。对对，特别开心。就我发现一个特别的案例嘛，我奶奶、我妈他们吃水果一定要吃用开水涮过的，菜一定要吃熟的。但是北方经常会吃一些生的瓜果蔬菜，我们南方确实是或者天热细菌滋生的情况比较多，不能老吃生的。我们作为小辈就是要做好一个沟通的桥梁。没有沟通，那会变成什么情况？来到山东做客，水果都没有烫过，我爸妈一看，哎呀，不敢吃。作为主人家一看，这是不是我们招待不周啊？就引起一些不必要的误会。对，就提前沟通好了，就什么事儿都没有。不说出来之后的尴尬才会更可怕。当时我们看着隐秘的角落，不跟你去爬山。我们把那种情侣之间的那种冒犯感，其实也用到了跟爸妈的一些交流里面。对，我妈就是第一次跟他交流的时候，就有冒犯感的男生之后，他就会觉得特别好。他把妈妈当做自家人，才会这样子。自己的孩子就这样，在我们家不存在，想说啥就说啥。还有一个其实相对比较沉重一些的，因为其实爸爸妈妈已经算很美满了。有一些私信里边会提到单亲家庭，父母本身对于爱情就不抱希望，爸妈这种消极的爱情观，让他不会那么容易相信爱情。有就不要把你一个夫妻间的恩了怨了给孩子影响。看看男人都大男。不是好东西，大猪蹄子，这些是夫妻之间的事情，不是孩子。注意这些问题，不要嫁接灌输这些不好的东西，让孩子没有恨，只有这些感恩爱，就会生活的更好。我和你的爸爸不是夫妻，但是他依然是你的爸爸。对对对，必须的。如果遇到一个好男孩，他会改变，会改变。爱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事情，他会慢慢的渗透，慢慢的对这个爱有了解，被融化。我同事的孩子就是这样。走过了以后，同事也非常内疚。就说你看看他小的时候就灌输孩子，爸爸怎么对不起我，干孩子什么事情。但是你遇到一个小男孩了，就慢慢的渗透，慢慢对他好，他就会相信。现在非常好所以我说大家看我们视频，你的改变，你的成长可能会帮助一个人，或者帮助他整个家，这种感觉是非常好，而且你自己也会收获一段美好的生活。对，为什么那么坚持要做这样的视频？它的意义真的很大。在这条视频发出来这一天，5月9号，你说结婚纪念日呀？但是老钟忘了好几年了哦。大家救救老钟啊，给老钟一些建议啊，让他怎么拯救一下自己的生活。但是我不介意呀，无所谓。不能这么说，你不能这么说。
谢谢大家。哎，至于那些特别难搞的父母呢，我就想说，妈妈作为同龄人、同辈人，你以这样的身份给这样的父母一些建议。作为父母来说，孩子谈了对象你不满意，你非常抵触这件事情，不是很好这个问题。自己的孩子嘛，他交的朋友要信任自己的孩子，人品好，这是最重要的。你强制后果呢，就是都不好，所有人都不开心，孩子不开心。我们的父母的想法呢，都是为孩子好，虽然是为了孩子好，但是不一定是正确的，这是真的。孩子他接触这个社会，这个人呢，与我们这一个年代的做法很不一样。我们要慢慢的和孩子一起分析，一起进步，一起努力，都要开心。强制不是唯一的首选的。最近学会了什么？还学会了一键三连，必须一键三连，赞，一键三连呀。那今天也是特别难得把妈妈请来聊这个问题，让妈妈在这里如坐针毡哈。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呢，挑战了一些平时没有说过的话，有了一些不一样的效果啊。如果你们有什么想问爸爸的问题，也可以在评论里面说出来。下次我们回来的时候找爸爸录一期。这期我们视频到这里了，我是中露露，大家喜欢我们记得点赞啊、转评赞都可以。下期再见，切好。 Like Kim in the face, like Rihanna.